开箱6款减压小玩具。你都用过哪几款？奇形怪状奶牛仔。最近压力有点大，买只母牛来减压。长了一个猪鼻子，4只短腿真奇葩，大大眼球真迷人，上下左右死盯你，用力一摇不得了，眼球随时能爆珠，一股味道真难闻，减压没成显臭死。减压骷髅圆珠笔。压力大了别害怕，骷髅老爹来陪你。长得不是很可爱，可别惊掉你下巴。隐藏神功不外露，出拳定能亮瞎你。打开笔帽露猪头，下笔丝滑还可以。叫上同桌一起玩，你一拳来我一拳，一不小心就骨折。老爹让你别害怕，用力一掰定能好。晚上用它当夜灯，定能吓坏美校花。能伸能缩长颈鹿。这只动物不得了，花费小爷5.9块，放在桌上站不稳，脑袋一弹就闪光，脖子能拉80米，这样啄米更方便。脖子长长也不错，打起架来真好玩。要想玩它能减压，还得疯狂的抽它。单身狗就别买了，免得看它吃狗粮。超萌闪光弹弹跳。这是一群小仙女，爱穿裙子，表情多，天生就是爱跳舞，一不小心就升天，让我想起小游戏黄萝卜蹲，黄萝卜蹲，黄萝卜蹲完蓝萝卜蹲，蓝萝卜蹲，蓝萝卜蹲，蓝萝卜蹲完就升天了，成萝卜你不运蹲，轻轻松松拿第一。玩不动翻转陀螺。说好减压小玩具，结果来了脑头疼，4边形加5边形。哪里像是耍陀螺？卖家说要有耐心，转它1005下，定能掌握其奥妙。倒腾来又倒腾去，终于走出3、4步。刚想好好秀一把，结果下秒就翻车。说好减压又好玩，差点玩到心肌梗塞。性感可爱屁屁片。以为它是防撞贴，岂料玩它很减压，光滑屁屁捏一下，冰冰凉凉又 Q 弹，粉身碎骨浑不怕。抡起锤子随便敲，叫上闺蜜一起玩，屁屁大战不能少。依靠手机真不错，随时动手能弹它。Nice。那些年瞒着我妈偷偷买的减压玩具，你都玩过哪几种？注水气球。老板说这个气球注满水后怎么摔都不会破啊，看别人玩感觉真的很有趣啊，比普通的气球要厚了许多。不知道装完水后它是不是真的摔不破啊？先注入800吨不要钱的矿泉水，再用皮筋给它扎紧，接下来就是见证时刻的奇迹。哇哇哇，这也太有弹性了吧，感觉每一巴掌甩下去都很爽啊。用我10年没洗过的仙女脚小心翼翼地踩一下，哈哈哈，这水球玩起来也太有意思了吧。拔胡子大叔，这个玩意不知道你们玩过没有，总共有12种款式，拆开看看我买的是哪个大叔。原来是一个叫酷酷的小玩偶，穿了一件蓝色纸尿裤，小屁屁上面打着的还是蝴蝶结，脸上还长满了小胡子，这造型也太邋遢了。老板送了一个小镊子，让我小心翼翼地帮酷酷大叔把胡子拔下来。哇，这也太爽了吧，简直是强迫症的福音啊！好好奇拔完胡子会是怎样的，哈哈哈！胡子大叔变成呆萌小baby了。粉红拉拉猪，200个月大的baby被老妈催婚的，赶紧准备一个粉红拉拉猪啊！手感 Q 弹，有种杀猪的快感。你们说我现在还算是一头猪吗？给它揉一揉，再捏一捏，它就又恢复成一头元气满满的小屁猪了，非常的耐撕啊！减压魔方。我的倒霉同桌说这玩意好，和骰子一样小巧，每个面都有不同的按钮，按键挺顺滑的，让我这无处安放的小手有了发泄的地方。平常的时候都喜欢啃手指玩，有了这玩意后感觉太舒服了。盘点5款减压小玩具，你都玩过哪几种？弹串串，
据说在小学圈一种很火热的解压方式，不会盘串串的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小学生了。入门级的选手只会像这样念经一样，一颗一颗的盘串串，进阶后就会把串串扭成2圈，像这样逆时针慢慢的盘。你别说，还挺好玩的。还有一些高级手法的盘串串，学了3天还没摸到门槛。想不到现在小学生的解压方法都让我望尘莫及了。脑子捏捏，我的倒霉同桌说我最近脑子不好使，英语才考55，于是我买了一个脑子捏捏，打算补一补，以脑补脑，不知道能不能补回来。这脑子捏捏捏起来有点黏，手感挺 Q 弹的，超好玩。我妈问我这是什么鬼，好像脑子进了水，上手捏了2、3下，说我成绩不好没收了。抓不住的水蛇，它是解压小玩具，还做成了你抓不住的样子。我抓，确实有点意思啊，滑溜溜的。心态完崩溃之前还是挺解压的，轻轻抓在手上是可以抓得住的，用力一抓它就溜走了。中间是空心的，通过水的流动带动带子胶体，让我们很难抓住它。就这样抓手上来回滚动，还是很好玩的。麦芽糖捏捏，麦芽糖也能做成解压神器，感觉就很神奇啊！每颗球都圆嘟嘟的，大小也很合适，捏起来非常的绵柔，有点像捏橡皮泥的感觉。随便怎么捏都不会爆，用剪刀剪开看一下，黏糊糊的，确实很像麦芽糖，但是它可不是麦芽糖，绝对不能吃哦。麻点馒头，这是2个麻点馒头，就是不知道解压能力强不强，还有一股浓烈的奶香味。每次吃馒头我都想把它捏碎，这回可以捏个爽了。Q 弹柔软的外皮，手感捏起来非常绵密，捏得很紧都能快速复原。明天和我的倒霉同桌分享一下捏馒头的快乐。那些年瞒着我妈偷偷买的减压小玩具，你都玩过哪几种？发光回旋球，想不到现在小屁孩的玩具已经这么黑科技了。打开开关看一下，这转速高达800公斤，据说夜晚的时候非常炫酷。我们关灯看一下，球抛出去后还能自己飞回来。哎，咋迷路了呢？再试一下，这也太有意思了吧！太极八卦陀螺，这款陀螺真是让本仙女爱不释手啊！想不到太极八卦和陀螺的结合如此炫酷，我轻轻一转，结果它足足转了7分半钟，比德芙的妹妹得了吧还丝滑啊！旋转魔方又是一个上班摸鱼加倍快乐的好帮手。正方形的旋转魔方很少见啊，不动的时候放在一边当摆饰，旋转起来非常的丝滑，还有多种玩法，瞬间感觉自己回到了小时候。磁性玩具，这款解压玩具很适合我这种好动的小公举啊，轻轻一推，再把上面一个往后压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刚开始有点接不到，上手后就好玩了。我那每天对我的倒霉同桌动手动脚的毛病，就是靠这玩意养成的。旋转棒棒糖，这个玩具对于3岁小 baby 而言太幼稚了，但是对于我这个80岁的小顽童而言最合适不过了。上课可以偷偷用它摸鱼，放桌上当摆件也很好看。盘点4款解压小玩具，你都玩过哪几种？刺猬捏捏，乍一看是一只秀色可餐的小刺猬，结果这背后的刺是什么鬼？难道是用了柔飘洗发水才变得如此柔顺吗？就这小发型，放眼整个美发界都是相当炸裂，捏起来像豆腐一样的手感，简直不要太柔软。我妈说这抹不好，拿来给她洗碗刚刚好。豆腐捏捏，假如想吃豆腐忘记带嘴了怎么办？那你就像我一样轻轻地捏一下它，真的很柔软，大小也刚刚好。这解压能力我给它7颗星，
因为它真的可以让人变开心。豆腐里面没有豆腐，黏糊糊的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解压毛毛虫。毛毛虫优选 ABCD 塑料材质，圆滑设计，不伤手，无残留，每个关节都很灵活，单手可以盘它，双手也可以盘它。长得这么萌，丢锅里炖了应该没问题吧？解压冰块。冰块也能做成解压神器，听起来就感觉很离谱，每一颗都晶莹剔透，不知道捏起来是什么感受，感觉像 QQ 糖一样，怎么捏都捏不断。还可以放冰箱冷冻，这样捏起来就更加激动，冰冰凉凉，手捏废了也不心痛。那些年瞒着我妈买的减压小玩具，我猜你肯定没玩过。奶酪老鼠杯，这一定是2只社恐的小老鼠吧？什么时候我们人类也可以进化成这样啊？不想与外界打交道的时候这样，想与外界互动的时候就探个头。你说的那玩意好像叫王八吧？奶酪感觉有点生硬，耐不住这2只老鼠太可爱了。半年攒了3块大洋，买一个还要啥自行车啊？出气岩石人，不仔细看我还以为它是炸酥了的臭豆腐。你看这模样像不像刚下班时候的你？这是晚上8点社交牛逼症的你，这是晚上10点说要睡觉的你，这是晚上12点还没睡着的你，这是晚上1点睡不着的你。就这灵活的小眼神，能下10碗饭。大猩猩捏捏，这是肌肉猛男大猩猩，手脚灵活能解压，不知里面装了啥，足足重达800斤，身强体壮不怕摔，100米高空往下丢，再加佛山无影爪，抗住巨大的压力，归来依旧是猩猩，揉揉捏捏就复原，有种再揍老娘100遍。解压荷包蛋，它是解压荷包蛋，还做成了你最爱吃的样子，手感滑溜滑溜的，中间的蛋黄特别软。这个暑假作业有点多，你就拿它戳一戳，戳它108遍。暑假作业也少不了。我妈问我这是什么鬼，好像鸡蛋进了水，丢锅里煮煮，也许还能吃。雪球捏捏，听说这玩意捏起来有踏雪的声音，我咋这么不信呢？要是你捏不出踏雪的声音，本仙女今日就斩了你！哇哇哇，真的有踏雪的声音，而且这里面的东西成功勾起了我的好奇心，那就斩了它吧。感觉像面粉一样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小朋友可千万别拿它做蛋糕。那些年瞒着我妈偷偷买的减压小玩具，我猜你肯定没玩过。小八嘎，这是老板的宣传视频，这是我收到的小八嘎。老板，你怎么好意思欺骗我这个小学都没毕业的大学生？这也太迷你了吧！看你我就来气，先赏你2巴掌，再赐你100吨佛山香港脚，咔咔咔，剖腹自尽谢罪吧你！卧槽，居然切不断，真垃圾！大猪肉包，用我倒霉同桌的早饭钱买了4个大猪肉包，还是水晶状的，看着就很有食欲啊。抓在手上有点粘手的感觉，捏起来比麦芽糖要柔软一些，里面还带了闪粉，感觉不灵不灵的，不知道我一剪刀下去它会不会爆炸呢？小黄鸡，老板你确定这玩意是小鸡吗？这么迷你，应该不是从鸡蛋壳里蹦跶出来的吧？老板还送了2个针头，说要给营养不良的小黄鸡打打筋。哈哈，这也太有意思了吧！怎么会有这么恶心又变态的捏捏啊？嘟嘴鸭、姜母鸭、北京烤鸭、八宝鸭、酱板鸭我都吃过，唯独这种香肠嘟嘴鸭还是头一回尝。肚子捏起来非常绵柔，但是脑袋却是空心的。懒洋洋的，好像我倒霉同桌上课摸鱼的样子。外衣一扒，给大家表演一个祖传绝学，转了个寂寞，寂寞了再转之寂寞空翻转。橘子捏捏，这个橘子捏捏好有意思啊，居然还是半成品的。老板，你是担心我幼儿园没毕业剥不开橘子皮吗？里面装了许多透明珠子，
捏起来 QQ 弹弹的，带有一点挤压感。不过我觉得应该给它开个口，这样挤压起来才是最解压的。爆出来了一堆小珍珠，这是啥玩意呀？藕粉羹，藕粉羹顾名思义就是藕粉羹，还配了一包芝麻粒。这种假水我还是头一回玩，这手感和藕粉羹真的没什么区别，冰冰凉凉、软软糯糯的。把芝麻粒到里头，再用你勤劳的鸡翅给它充分的搅拌均匀 ，QQ 弹弹的好解压啊！大概搅拌它810遍就可以了。一份糖炒藕粉羹就做好了，这么有意思的玩意儿，家里还没满100岁的小宝宝就别给他买了。